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resident Trump issued a pardon for the founder of a major Crypto exchange. Binanc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the crypto world. Changpeng Zhao. Changpeng Zhao, who pleaded guilty to charges related to Money laundering. This was an overly prosecuted case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Even the judge in the case admitted. 2025年10月22日，美国华盛顿白宫，特朗普提起笔，签下了一道引发哗然的总统特赦令，受赦者正是币安创始人赵长鹏。这位出生中国、纵横加密世界的亿万富豪，这时站上了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央聚光灯下。记者们提问他为什么要特赦赵长鹏，特朗普很随意地耸耸肩说：“很多人都说他其实根本没犯罪，他是被拜登政府迫害的。我是在很多好人的请求下赦免了他。”一位因反洗钱指控入狱的加密企业家，就此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总统钦点赦免的冤枉英雄。这个故事的暗流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翻涌。赵长鹏被指斯联总统花钱公关求特赦，特朗普家族的加密生意也传与币安资本牵手。如今白宫上演的这一幕，仅仅是整出大戏的结尾。赵长鹏的人生轨迹究竟如何演进到如此高能的时刻？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数十年前的6·4。1989年的那个夏天，天安门的枪声与血迹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当时年仅12岁的赵长鹏只隐约听说天安门出了大事，完全没料到命运之手已将他悄然推上流亡之路。赵长鹏的父亲赵世开是江苏连云港一所院校的教师，在文革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劳改。文革后虽然平反，现实却依然艰辛。1970年代末，这位知识分子终于等来转机。1984年，他考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远赴温哥华深造。那一年，小长鹏年仅7岁，只能目送父亲离乡远去。5年后，1989年，历史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伴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和殷红的血迹，赵长鹏一家决心离开中国。那年冬天，12岁的长鹏和妈妈姐姐匆匆踏上了飞机，润去了加拿大。一家人终于在异国他乡得以团聚。初到加拿大，赵家很清贫，他爸是在实验室里埋头苦读拿奖学金度日的穷学生，妈妈则从国内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温哥华成衣厂的女工。赵长鹏很早就挑起了贴补家用的担子，10几岁时他就在麦当劳翻烤汉堡，暑假里通宵在加油站值夜班。在温哥华的中学时代，赵父尽管清贫，却咬牙花了近7000美元为小长鹏买了一台286电脑，这几乎是倾家荡产的投入。这台 DOS 电脑对少年而言如获至宝，他整日沉迷在编程的世界里，一颗科技的火种就此点燃。高中毕业后，赵长鹏考入了加拿大的名校麦吉尔大学。起初他听爸爸的话，选择的是生物专业，但天天闻着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解剖小白鼠让他很不爽。没多久，他便果断转到了计算机系。大学期间，他和大多数普通学生别无二致，学习完打工，打完工学习，并没有在自家车库打造出独角兽公司的桥段。真正令他思想产生转折的是一本名为《富爸爸穷爸爸》的畅销书，书中对有产者和工薪族思维差异的剖析让他醍醐灌顶，也开始反思父辈那中国式循规蹈矩的人生路径。或许正是在那时，他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安分的种子，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休学。2001年，没有拿到学位的赵长鹏离开校园，他先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技术部门工作，参与开发撮合证券买卖的电子交易系统。随后他又转战华尔街，加入了彭博 TradeBook 团队，为各大投行开发期货交易软件。2005年，中国经济正经历飞速腾飞，大批海外学成的年轻人投身海归潮，回国创业。已经在海外打拼多年的赵长鹏也不再安分，决定加入这场时代浪潮。那一年，他辞去了彭博稳定的工作，收拾行囊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决心大展拳脚。在上海，他与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名为 Fusion Systems 的创业公司，开发高频交易系统，为当时进军中国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很快，赵长鹏拿下了高盛、瑞信这些大行的合作项目。那时候赵长鹏也就30出头，但他已经站在了中国传统金融与 IT 交汇的风口浪尖。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料到，10多年后自己将亲手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造出一个令各个国家都脑壳疼的庞然巨兽。在上海创业的那些年，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产业日新月异，赵长鹏见证了阿里、腾讯的崛起，但一场牌局又再一次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13年，他在一次打德州扑克的牌局上，从币圈大佬李启源口中听说了一种新奇的东西——比特币。李启源兴致勃勃地向他科普，比特币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没有央行控制，没有国界，
可以像发信息一样在全球点对点转账。这番介绍点燃了赵长鹏极大的兴趣。赵长鹏的执行力在圈内是出了名的雷厉风行。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比特币究竟是极客的幻想还是未来的革命时，他已经毅然决然地一头扎了进去。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卖房买币。当时他在上海有一套公寓，价值差不多100万美元。2014年，他毫不犹豫地将房子出售，全部换成比特币。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毕竟彼时正值比特币第一次泡沫破裂，价格腰斩，他却用真金白银去接盘，用房产这样的大件下注。如果换成我，估计我全家都想把我的腿打断。这种赌徒般的魄力，后来证明让他尝到了甜头。若干年后，当初那100多万美元购入的比特币价值飙涨近100倍，赌一赌单车变帕拉梅拉。在 all in 比特币的同时，赵长鹏也全职切换到了加密行业。他先后加入当时业内著名的钱包平台 Blockchain 担任开发负责人，随后又短暂出任 OKCoin 交易所的技术总监。种种积累之下，赵长鹏胸中已经燃起了创业的火苗。2017年初，他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违背祖宗的决定：老子不给别人当牛马了，我要自己干。2017年对于加密货币行业而言是狂热而传奇的一年，比特币从年初不到1000美元一路扶摇直上，在年底逼近2万美元的历史高点，简直是一天一个新故事，人人都想发大财。就在这样的风口上，币安诞生了。17年7月，赵长鹏在香港注册成立币安交易所，并通过 ICO 发行了自己的平台代币 BNB 来融资。币安一面世，赵长鹏就使出浑身解数让他脱颖而出。他深谙极客文化，又擅长社区运营，短时间内便聚拢了一批忠实用户。短短半年时间，币安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爆炸式成长。2018年1月，币安单日交易额高达60亿美元，创下当时行业纪录。平台用户更是暴涨到服务器难以承受，不得不一度暂停新用户注册来扩容升级。我还记得那时候，闲鱼上有很多倒卖币安账号的小店，很多人愿出高价购买已开户的币安账户。2018年2月，美国福布斯干脆把赵长鹏推上封面，高调宣称他为加密货币首富。此时距离币安成立还不到8个月，赵长鹏一战成名，他的英文昵称 CZ 也随之传遍天下，新皇 CZ 正式登场。福布斯封面上标题写着加密界隐秘的亿万富翁，此情此景仿佛在宣告王下张上，不对，说错了，大家就当没听见啊，仿佛在宣告一个金融新秩序的崛起。传统金融巨头们或许连币安的注册地在哪儿都搞不清楚，但这个籍籍无名的新交易所已然在全球币市呼风唤雨。到2021年加密市场最鼎盛之际，赵长鹏身上的光环达到了顶点。那一年币安平台全年累计交易额高达34万亿美元，对，你没听错，34万亿，这个交易量几乎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彭博社在2022年年初估算，赵长鹏的净资产一度高达960亿美元，逼近当时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水平。这让他不仅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加密企业家，还一度跻身全球最富有的华人之列。而这一切，赵长鹏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就实现了。币安在全球攻城略地，然而他的发家之地中国并不打算一直当他的避风港。2017年9月初，中国监管部门忽然雷霆出手，全面禁止 ICO， 并取缔境内加密货币交易所。一纸禁令之下，曾经繁荣的中国币圈顷刻间进入寒冬，各大交易平台要么关停，要么出走。当时币安成立才短短几个月，虽然总部设在香港，但大部分用户是中国大陆人。这场监管风暴对币安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将近30年后，赵长鹏又被迫离开中国。1989年，他因6·4润走，而这一次是因商业环境所迫。2017年9月4日，中国央行等7部委联合发布公告，宣布 ICO 非法，同时要求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限期关闭。赵长鹏反应极快，立即表态，币安将遵守规定，不再为中国用户提供交易，同时着手将服务器和主要业务架构迁出中国。当然啦，币安在香港，当时香港名义上有一定独立司法地位，但考虑到监管高压以及币安用户中大陆人居多，赵长鹏决定另寻出路。几乎是在监管消息公布的当天，赵长鹏就定下了搬迁日本的计划。日本当时对加密交易持开放态度，实行牌照制度。赵长鹏风尘仆仆赶赴东京，设立新办公室。倒霉催的币安在日本也没待多久，由于日本金融厅没给他批牌照，币安在2018年又被要求停止在日本的运营。赵长鹏带着他的团队开始了流浪地球，在哪个国家监管趋严，就立刻卷铺盖走人，再去下一个看似友好的地方。2018年，他曾考虑过马耳他。马耳他那时号称区块链岛，对加密产业相当欢迎。币安一度宣布将在马耳他设立总部，但后来由于欧盟压力，当地监管也态度生变收紧，币安又悄悄离开了马耳他。
新加坡也曾是落脚点之一，但后来还是没给他发执照。于是币安于2021年底又离开了新加坡。从2017年中国禁令开始，赵长鹏和他的币安帝国也游走四方，但中国禁令的余波并未击垮币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币安成为了真正全球化的交易所。由于中国本土的几大老牌所业务受限甚至停摆，币安抓住机会吸引了大量亚洲用户转投币安海外平台，加上币安上币种类繁多，用户体验良好，口碑迅速在全球传开。赵长鹏一边被监管撵着跑，一边利用监管留下的空白地带攫取市场。这种刀尖舔蜜的扩张策略虽然埋下不少隐患，却也取得了耀眼的成果。2021年牛市封顶时，全球一半的加密交易几乎都是在币安完成的，公司年营收超过200亿美元。赵长鹏本人的影响力也水涨船高，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国际会议的舞台上，谈论区块链的未来。此时不少中国出海 App 面临美国政府的调查，依赖全球市场的赵长鹏在这个阶段总爱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不是中国商人。他在个人博客中写道，币安文化上就不是一家中国公司，我本人只是一个加拿大人。他无疑是想和中国划清界限，也安抚西方对币安幕后有中资的猜疑。但另一面，赵长鹏无法否认币安确实得益于华人社区的支持，他自己也曾以华人背景为傲。他的身份认同和商业利益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需要时他是加拿大人，需要时他又是华人的骄傲。这种身份错位感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代加密企业家坚于其处的写照。随着币安版图不断扩大，各国监管机构对它的警惕和不满也在不断累积。早期的小打小闹尚可应付，但当币安成长为行业巨无霸之后，监管者不可能再对其视而不见。灰色地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准备对它下手了。英国在2021年率先动手，当年6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认定币安在英国无牌经营，命令其停止一切受监管业务。赵长鹏只能无奈调整，在英国大幅收缩服务。同年，日本金融厅也发出警告，称币安未获授权及面向日本居民提供服务。再加上前文提到的新加坡、马耳他等地政策转向，币安在多个司法管辖区频频碰壁。就连赵长鹏的故乡加拿大也对币安颇为不满。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在2021年要求所有加密交易所注册，币安选择退出加拿大最重要的安省市场以规避麻烦。然而，这些还只是小摩擦，真正要面对的疾风来自于美国。美国监管机构向来对未受控的庞大金融平台零容忍，更何况币安这样资金流水巨大又疑点重重的交易所。美国司法部和国税局早在2018年就开始调查币安是否涉及洗钱和逃税等违法行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也对币安2017年的 ICO 是否属于非法证券发行展开研究。路透社于2022年6月抛出重磅报道，指控币安在2017年到2021年间处理了至少23.5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交易，包括黑客盗款、诈骗所得和毒品交易利润。犯罪分子利用币安轻松洗白黑钱。路透社也曝光了币安的反洗钱措施形同虚设，不法分子能毫不费力地在币安平台转移资金。这报道一出，舆论哗然，也给各国监管者提供了弹药。尽管风波不断，赵长鹏和币安在2022年仍旧挺过了寒冬，而且似乎底气十足。赵长鹏说，公司保留了充足的储备金以应对熊市。2022年春天市场暴跌时，币安凭借深厚的家底安然无恙，还反过来援助了一些濒临破产的同行平台。然而，币安过于强势的市场地位也让整个行业对其系统性风险有所担忧。金融界普遍认为，要是币安一夜消失，币圈恐怕会系统性崩溃，因为彼时币安大约占据全球1/3的现货交易和一半的衍生品交易量。这就像当年雷曼兄弟倒台引发金融危机一样，如果币安出事，币圈就要BBQ。2022年末，币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FTX 交易所玩完了。这场地震的引爆者之一正是赵长鹏。FTX 由绰号 SBF 的萨姆·班克曼创立，曾是全球前3大交易所之一，与币安既竞争又合作。但两人在2022年11月撕破了脸。当时 CZ 在推特上突然宣布要抛售持有的大量 FTX 发行的 FTT 代币。此言一出，市场恐慌骤起， FTX 遭遇挤兑，短短几天内资金链断裂，宣布破产。那时赵长鹏还一度扮演白衣骑士，表示有意收购 FTX 救场，但他看过对方账本后立马打退堂鼓。结果 FTX 彻底完了， SBF 身陷囹圄，被指控多项金融欺诈罪名。事后 SBF 直言是因为 CZ 在中东四处说自己坏话，导致他融资失败。不管内幕如何，这场对决中胜出的是 CZ。 FTX 倒下后，币安再无显著敌手，进一步巩固了一统江湖的地位。赵长鹏表面风光，但别忘了
同一时间，监管巨网也在向他收紧。FTX 事件反而刺激了美国监管部门，连华尔街宠儿 SBF 都锒铛入狱了，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 CZ 了？在华盛顿某些鹰派人物眼里，币安早就是眼中钉，只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听说你小子最近弄了不少零花钱，全给我交出来，要不今天打死你！我就不给，我等等就告老师去。哎，这万恶的资本主义下手是真黑呀！快点，要不给钱，要不明天我们接着打你。我啥也没干啊，为啥给钱？我就不给，我等等就告老师去。别说你啥也没干，我是班长，到时候我和老师说珍珠港是你窜腾日本偷袭的，老师也得信我的。我咋没想到呢？过2天我也回去欺负欺负我们班的有钱人，嘿嘿。进入2023年，赵长鹏终于迎来了宿命中的大决战。美国3大监管与执法机构几乎前后脚地对他挥出了重拳。这一年对赵长鹏而言更是人生至暗时刻。首先开火的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3月27日 CFTC 在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对币安及赵长鹏等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币安非法在美提供加密衍生品交易，并蓄意规避美国法律。诉状详述了币安如何指导美国客户使用 VPN 绕过地理封锁，在平台交易各种虚拟货币。更轰动的是 CFTC 引用了据称是币安内部高管的聊天记录，其中首席合规官坦言平台上有不少非法资金流动，我知道有些人来我们这儿就是为了干坏事，甚至有高管提到知道某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利用币安转账，这些细节将币安描绘成了犯罪天堂。诉状严厉指责币安未落实基本的身份认证和反洗钱措施，让恐怖分子、毒贩都能自由交易。CFTC 主席更痛批币安公然无视美国法律，要求对其施以巨额罚款和交易禁令。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势，赵长鹏起初还在社交媒体上强撑，表示诉讼指控对事实有所误解。但不管怎样，狼确实已经来了。CFTC 的官司还在焦灼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紧随其后，于6月5日对币安提起另一场重量级诉讼。这次 SEC 的矛头更直接，指控币安及赵长鹏非法发行未注册证券、违规经营交易所、挪用用户资产等合计13项罪名。SEC 主席加里根斯勒直言，币安编织了一张欺骗之网，称赵长鹏将客户资产混入自己控制的公司账户中，涉嫌挪用数十亿美元。这番话一出，整个币圈为之震动。这和 FTX 案如出一辙，把 CZ 描绘成另一位 SBF 式的诈骗犯。币安对此予以否认，但 SEC 提交的一些证据片段相当惊人。邮件记录显示，币安高层认为币安美国平台只是安抚美国政府的道具，核心业务仍在美国之外主平台上运作，以逃避美国监管。SEC 甚至请求法院冻结币安美国的平台资产，担心币安转移资金。经过一番法律博弈，币安暂时避免了在美国的直接停摆。但 SEC 的诉讼已对币安声誉造成重创，大量美国用户开始撤资，市场对币安稳健性的信心受到动摇。屋漏偏逢连夜雨，美国司法部 DOJ 的刑事调查也在暗中逼近。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 ，DOJ 就一直在调查币安涉嫌的可能罪名，包括洗钱、合谋和违反对伊朗制裁等等。眼看 CFTC 和 SEC 先后出手，司法部那边内部出现分歧，一些检察官主张立即对币安及赵长鹏提起刑事指控，另一些则担心贸然起诉可能引发币安版雷曼时刻，冲击整个市场。毕竟币安体量太大，一旦刑事指控导致客户恐慌挤兑，加密市场可能雪崩。2023年下半年，币安的困境进一步加剧，用户信心滑坡，业务规模下滑。有统计称，币安全球市场份额已从年初的约 50% 降至当年10月的约 34%。尤其是6月 SEC 起诉后，比特币价格一度下挫 6%， 币安的平台币 BNB 也暴跌。尽管币安挺住了，未发生流动性危机，但整个公司显然进入了雪崩前的寂静。9月、10月间，多名币安高管相继离职，包括首席战略官、首席合规官等，大家生怕把自己也搭进去。赵长鹏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安抚军心，强调平台资金充足。然而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风暴即将来临。山雨欲来之声在11月终于彻底爆发，司法部敲定了对币安及赵长鹏的行动方案，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强硬手段。2023年11月21日，在美国西雅图联邦法院，赵长鹏身穿海军蓝色西服打领带，表情凝重地向法官认罪。他当庭承认了未能履行反洗钱义务、违反银行保密法的刑事指控。这一刻，曾经叱咤风云的币圈大神低下了头。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他同意立即辞去币安 CEO 职务。
并配合缴纳巨额罚金。美国司法部宣布，币安公司与赵长鹏个人将合计支付约43亿美元，以了结所有调查与指控。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涉及高管个人责任的企业罚金。赵长鹏在庭上回答法官提问时声音平静，但在场记者注意到他的手微微握紧，仿佛在努力保持镇定。庭外，他没有接受采访，只是通过推特发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我为币安的过去承担责任。随后便不再多言。CZ 用金钱加服软换来了公司生存的机会，这跟当年一些大银行犯事认罚的戏码如出一辙，只是鲜有高管个人被要求承担责任到如此地步。然而 CZ 个人的自由并未就此彻底保全，认罪协议也意味着他需要接受法庭量刑。2024年4月，经过几个月的取证调查和双方律师陈述，美国检方在量刑建议中毫不客气地要求判处赵长鹏3年有期徒刑。他们强调币安案严重破坏金融监管秩序，理应从重量刑。CZ 的律师团队则据理力争，提出在类似案件中从无高管锒铛入狱的先例，赵长鹏不该成为第一个，请求法官判以缓刑加社区服务，而非实际监禁。法庭拉锯后，最终在2024年4月下旬，联邦法官作出了判决，判处赵长鹏4个月监禁，远低于检方要求的3年。法官考虑到赵长鹏认罪态度良好、初犯，且案情性质属合规失职而没有直接欺诈，将刑期大幅下调。这意味着 CZ 只需坐很短时间的牢。2024年4月底，他被送入美国一处联邦拘押设施服刑，不久又被转往加州一所联邦监狱。CZ 最终在狱中待了4个月，于2024年9月27日刑满释放。CZ 出狱的消息令币圈人士振奋，但对于赵长鹏来说，联邦重罪定罪会长期带来一大堆附带后果，比如行业准入限制、签证和入境审查、持证与牌照问题。所以此时赵长鹏保持了沉默，并未立刻高调复出，只是去中东的迪拜、阿布扎比低调活动。2024年底 ，CZ 现身迪拜区块链周活动，据他自己说，只以个人身份参与，并未涉足币安事务。他与一些当地政要和投资人会面，看来他卷土重来的雄心仍在，只是他需要静候新的机遇。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闯入了他的生命轨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鏖战。由于民主党执政时期对加密行业持续高压，加密圈普遍倾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特朗普竞选时豪言要结束拜登政府对加密行业的战争，承诺上台后采取更友好的监管态度。加密行业各路大佬也压住特朗普，向他的阵营投入了大笔资金。此时的赵长鹏因为官司缠身，刻意淡出公众视野，但他无疑也在暗自期盼美国监管环境能峰回路转。果然，2024年11月，特朗普卷土重来，当选美国总统。对于一心求胜的赵长鹏来说，这无异于迎来了一位可能的援军。特朗普胜选后，他的家族旋即展开了一系列加密业务布局。2025年1月，特朗普刚宣誓就职，他的政府便开始释放对加密行业的积极信号，撤销司法部专门针对加密货币的执法工作组，酝酿建立国家战略级别的加密货币储备。特朗普还提名了支持加密货币的律师保罗·阿特金斯出任 SEC 主席。SEC 随后迅速撤回了对币安诉讼的部分指控，态度与前朝截然相反。可以说，新政府一上台就呈现出春风化雨般的对加密货币的友好姿态。要知道，这位前总统曾在2019年公开表示不喜欢比特币，加密货币的价值建立在空气上。如今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发币人，哎呀，真香！就职前3天，他高调推出了自己的加密代币特朗普币。上任9个月后，又成立了一个 WLF 项目，发行了美元稳定币 USD1 和代币 WLFI。币安等一众头部交易所也在第一时间上线了 Trump 和 WLFI 代币。2024年底到2025年初，特朗普的2个儿子也积极投身加密产业，他们参与创立的一家美国比特币挖矿公司顺利上市，股价飙升，让家族从加密生意中再次获利。2024年底，华尔街日报爆料称，特朗普家族的代表曾与币安方面秘密接触，讨论由特朗普家族收购币安美国子公司部分股权。与此同时，还有传闻称赵长鹏正在暗中寻求总统特赦，此事在业界引发高度关注。消息传出后， CZ 立刻在社交平台上否认有关出售股权的讨论，但他话锋一转，也坦言没有哪个重罪犯会介意得到赦免，几乎默认了自己确实谋求特赦。他还批评那篇报道政治动机明显，声称这是在攻击特朗普总统和加密货币，暗示是拜登政府加密战争的残余势力在兴风作浪。甭管嘴上怎么说，赵长鹏用行动表达了他的迫切。2025年4月初，他正式向白宫递交了特赦申请。5月，他在接受播客采访时公开证实了这一举动。他说，既然媒体都在传，
不如走正规流程提请求。为了推动赦免大业，币安在华盛顿的花销也是大手笔的激增。此前，在赵长鹏认罪前的2023年前3季度，币安在美国的游说支出已接近120万美元。但在官司缠身 ，CZ 认罪后，2023年末游说开支曾一度降为0。而到了特朗普上台后的2025年，币安游说机器满血复活。据披露，2025年迄今，币安报告的游说支出已达86万美元，直逼历史峰值。这些钱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了特朗普阵营的说客和智囊。为了赦免2字，赵长鹏在政治公关上的投入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他很清楚，这是最后的搏命，只要结果是自由，金钱再多也值得。2025年3月，一系列令人为之侧目的交易浮出水面，昭示着币安与特朗普家族之间利益的深度绑定。刚刚说了，特朗普家族的 WLF 公司在3月发行了一种名为 USD1 的美元稳定币，并选择在币安的 BNB 链上发行，通过币安平台向其 2.75 亿用户推广。紧接着，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国家主权基金 MGX 高调宣布将使用价值20亿美元的 USD1 稳定币入股币安，购买公司部分股权。也就是说，币安同意接受特朗普家族公司发行的稳定币作为投资对价。这一骚操作立刻为刚面世不久的 USD1 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支持，使其流通量在极短时间内飙升至21亿美元。据报道，这笔交易单单手续费和相关收益就可能为特朗普家族进账数千万美元。换句话说，特朗普家族凭空造了个稳定币，再通过友好基金用它入股币安，不费吹灰之力赚取了可观收益。用我们中国的话就是空手套白狼。这笔交易很快引起了美国政坛的警觉。著名的鹰派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5月公开发声警告，一家外国政府支持的基金宣布将用特朗普的稳定币完成一笔20亿美元的交易，而参议院正准备通过所谓 Genius 法案。这部稳定币立法将让总统及其家人更容易中饱私囊，这就是赤裸裸的腐败行为，没有任何一位参议员应该支持。然而他的抨击并未阻挡特朗普当局大踏步前进。同一时期，特朗普政府在立法和执法上连续向加密行业示好。3月，总统赦免了因违反反洗钱法规被定罪的 BitMax 交易所3位联合创始人。2月，司法部撤销了对波场创始人孙宇晨的欺诈调查。巧的是，孙宇晨在2025年初就以斥资7500万美元入股了特朗普的 WLF 项目，并担任顾问。此后 SEC 也暂停了对其公司的调查。除此之外，特朗普公开支持加密透明度法案、Genius 法案等有利于加密行业的立法，甚至启动建立美国战略加密储备等计划。2025年上半年，币安和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利益开始捆绑。赵长鹏为赢得特赦所做的种种努力，与特朗普政府偏袒加密产业的政策倾斜交织成了一张精密的大网。终于，在精心酝酿运作数月之后，大结局到来了。2025年10月22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了对赵长鹏的特赦令，给予他那因未落实有效反洗钱计划、违反银行保密法的联邦罪行，授予完全且无条件的总统赦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说，特朗普总统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赦免了在拜登政府针对加密货币的战争中被起诉的赵长鹏先生，并高调宣称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战争已经结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把赵长鹏给朕放了。总统先生，陛下，这个圣旨是这么写的吗？会不会有点太随意了？小万，你嘴有点碎了啊！朕是皇上，那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的中国朋友就是这么教我的，他说当了皇帝你想干啥就干啥。行吧，那陛下，你那朋友没和你说，要是党内同志不允许我们修宪称帝怎么办吗？他和我说我们想办法搞个人大通过一下就行。没事，我再想办法嘛。反正共和党、共产党都是共党，我们办个人大会应该也简单。行了，你快去宣旨去吧，朕乏了，要休息会。从1989年到2025年，赵长鹏在时代的夹缝中跌宕前行。一个少年时代被政治风暴裹挟出走异乡的华人，在海外白手起家搞科技，发了财，却因政策变换不得不再度漂泊无根。他一边被故土视作扰乱秩序的金融叛徒，一边又被资本世界奉为开创新局的大神。他既善于游走灰色地带野蛮生长，又能在必要时拼命自证清白，寻求庇护。在中国，他是违规出逃的弃子；在美国，他又从被告变成了政商博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道德有黑白，现实皆灰色。赵长鹏用行动诠释了何谓置身灰色地带的生存智慧。他的故事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缩影：技术在向前疾驰，制度在后面追赶，先锋与保守势力的角力从未停歇。
中国痛下决心封杀币安，却培养出了一个在全球掀起风浪的华人富豪。美国标榜法治至上，最后却也难免灰色地带的交易，以政治利益来改写对错。正如币圈流行语所说，不要嘲笑韭菜，下一茬韭菜可能就是你。曾经的赵长鹏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那个努力翻烤汉堡的小人物，但时代的烙印与个人的选择交织，把它锻造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在这里或许可告一段落，但属于赵长鹏的剧本如今才刚刚开始。